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黄玠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非诚勿扰》由杨洋易贝纯羊奶粉指定赞助播出。杨洋易贝，营养一步到位。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想到现场来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j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智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现已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还有数字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6晚21点，会员抢先看。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同学。大家好，又是这个时间，可爱的小林又出现啦。年轻人谈恋爱一直是一个热门的社会话题，包括热搜上跟这个话题有关的热搜也是经常有。前不久我就看到网上有个帖子，这么说的。说当代大学生找对象的模式是一堆男生找女朋友，一堆女生找男朋友，两拨人各找各的，互不干涉。很客观了。网上帅哥一大堆，现实中一个都没遇见。你看看吧，点赞的5万多人，评论的4万多。哎呀，哎，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一下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我来问一下陈明，你在大学工作。现在大学生学校谈恋爱是一种什么状态？你在武大，你是从学生变成老师，这么多年以前的变化是？这5、6年变化很明显，有一个转变，一个是又轻又快，一个是又想又怕。轻是指双方之间的关系的那种重量。年轻人谈恋爱，他就是两个人一起看看书、看看电影，在一起的那种牵绊相对来说轻柔一些，但是呢，自由度也更高。就是那种亲密关系变得更轻盈了，然后快是指就是开始和结束的速度，就你感觉一看对眼，哎，马上就进入恋情，然后可能2、3周，哎，他们又分开了。但是又想又怕是另一种感觉，就是还有一波人，他们每天嘴上朋友圈天天说我要谈恋爱，谈恋爱，谈恋爱，但真的一个 crush 出现了，他又突然就害怕了，因为他自己一个人的节奏、生活圈子，他已经就是很自洽了。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新的人，一段新的关系，他怀疑有没有能力建构起一套新的秩序。黄澜，你觉得大学时期的爱情和进入社会以后的恋爱最大的不同是？我觉得大学时期大家相对你的时间也再多一些，可能相对就是以爱情的主要的情感感受为主。但进入社会以后，有工作任务啊，包括在社会当中要寻找一个自己的一个经济独立啊等等的，也会考虑现实的因素更多一些。我觉得可能是这2项的对比。我放眼望去，今天现场在校大学生举手看看。哎呀，我全部都是，清一色都是。哎，那我好奇问一下，单身的举手看一下。跟刚才是同一拨人。找几个人问一下，这红衣服这哥们儿，我想问一下，你大几啊？我现在是大1。哪个学校的？
南京大学。南大，好厉害，失敬失敬啊！我就想问问，像你这样的，你们大一的这些学生，有没有到大学里边想在大学期间谈个恋爱的？还是说，就像网上说的，我们根本就没这个需求？有，我身边都想找对象，但是都找不到。都找不到，哦，是不是要求过多过高啦？有的哥们儿是我感觉他确实要求有点过高了，但有哥们儿我觉得他长得挺帅的，人也非常善良，那就是可能有点呆吧，反正就一直是单身啊。有的哥们儿我真觉得特别好。那你觉得你现在单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自身实力还不太够，还不够。嗯。给那个穿黑外套的这个，你是南大的吗？我不是南大的，大几？我是大二。大二。对。哪个学校？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哦。那你跟你同龄的这些女学生，你们有谈恋爱的需求，还是就没有？讲实话吗？没有。你看，这就有区别。原因呢？可能觉得不想谈恋爱，不想考虑后来的事情，想专注于学业，专注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想谈的小伙子举手看看。哇，哥们儿，你很勇敢，独树一帜。你说你想找女朋友，说3个条件。长得还行，性格好，没了。就这个条件你找不到。对。你身边的女同学呢？你什么专业的？我是土木工程的。好嘞。土木工程都是男的。我们专业一共3个女的。好，谢谢，请坐。你看，就刚才就这么聊了一会儿啊，这个里边可能有一个需求的问题，也有一个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办大学生专场的需求。哎，你抢了我的台词。我正准备说，所以我们栏目组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录制大学生青春季的节目。希望今天在场的这些同学们，你们回去告诉你们那些女生，告诉你们那些男同学，好吧？我们的《非诚勿扰》青春季马上要开始了。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孟老师、陈老师、胡老师，还有现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是曾潇潇，来自湖南邵阳，今年24岁，然后目前在江苏苏州工作。本嘉宾由艾丽芝推荐，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肖哥，你推荐谁？曾小小的首轮制推女生是2号女生刘湾熙，28岁，现居南京，工作是策略运营，是一个爱美食、爱运动的女生，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可以成为优势互补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带他去苏州看一场苏超比赛。去年苏州的排名是？好像是倒数第4。你们就憋着今年准备要干票大的。干票大的。1号。男嘉宾你好，我是在苏州上学。我了解去年的我们苏超比赛的主场在苏州的话，观众除了可以凭门票观赛，也可以去免费参观景点，像苏州园林、水乡古街等，还可以吃到像我们苏州的一些特色美食，糖粥、生煎、松鼠桂鱼等。是的。哎，昆山的那个球场是国际 A 级球场。它是国际足联那个标准的。差生文具多呀，球场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个回顾的视频。
这真的是总有一种热爱让人热泪盈眶。马上4月11号常州揭幕战就要开始了啊！希望大家关注。好，看片子。Hello， 大雄。Hello， 陈导，辛苦了。今天我们大概什么样的拍摄计划？看来你对我们这个拍摄流程还挺熟悉的。对，经常拍一些视频。那我们走，先上车。可以啊，走。我们边开边聊。嗯。你是哪一年的？我是01年的呀。但我看你的那个短视频之类的做的都很好。所以刚开始也是拍的不怎么样，就是一直坚持吧。自贡，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我们最终拿到了江超联赛总冠军。创造神话。足球为膜，思想为桥。走，可以用住。哎，这件球衣是不是前一阵在网上很火的永州的那件？哦，这个。对。这个现在已经是他们那个永州市的市府了。我是作为这个在苏州打拼的湖南人嘛，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更多人知道我的家乡，所以才做了一场这样的活动。我们准备组织一个这样的10辆车子，联合一些我们苏州的一些品牌，我们从苏州开车来这个永州。苏州出发的时候，我就开始一路直播了，一直在跟江苏的朋友们，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永州这个城市嘛，我一直在跟他说，其实湖南有很多这样的城市值得去看的，都不缺大好青年的，他们就缺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经常服务一些企业嘛，我说能不能让更多的江苏企业去我们家乡看一看。来，陈导，刚好饭点的，看有什么想吃的。我这一看就是那种宝藏小店，这种菜单都是手写的那种。陈导，我跟你讲啊，你去其他地方旅游的时候，不要去找那些网红店，你就问当地人，他们喜欢吃的店子，我觉得才是真的店子。而且我也会跟当地人去学一些这样的方言，比如说最近去的永州，学了一些永州话。我觉得陈导很厉害，陈导消了仙火。苏州人一般下午喝茶比较多。好，那我们下午也去喝杯茶，融入一下苏州的这个慢生活。可以。这我还想问你，我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感觉我这个人是有点盲目自信，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也碰到不少钉子，所以说我也经常找一些朋友给我去复盘。你一定要指出我的缺点啊，不要给我留面子。这边就是经济湖，平常就是下班之后喜欢来这里逛逛，然后听听歌。你喜欢听什么歌？最近嘛，喜欢听无名的人。无名的人，我觉得他跟我特别契合。要不然今天正好唱2句。刚刚听啊，然后还不怎么熟悉啊，但是呢，我想多念一念，希望这次到台上可以给各位嘉宾唱一下。加油加油！可以，这次你一定可以的。嗯。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不过像新手触摸，弯过要走每一个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个也揉你也伤痛，就是同路的朋友，是所有听天你的却平凡普通的。谢谢谢谢，不错，唱得好好哦。有没有女生想唱的？我们卡拉 OK 比赛要开始了。
诗琪唱得好哎，我记得。对。嗯。我唱个乌兰巴托的夜吧。好。穿过旷野的风，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不回头。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近，那么近，连云都不知道，不知道。下次打拳也叫他，唱歌也叫他，喝酒也叫他。哎，你说两个人要好上了，比如说同性，两个男人好上成哥们儿成兄弟，两个女生好上成闺蜜，一男一女好上就过日子了。两个城市好上了，他能干嘛？他能送脐橙，相互送特产。我们送鸭子，他们送橙子。很多的苏州朋友问我永州怎么玩，永州朋友问我苏州怎么玩，苏州有什么好吃的？苏州的企业去到那边去投资，永州的一些年轻人去到苏州打工，相互奔赴，各方面。诗琪，就是关于这个永州零陵，其实我有非常多的就是想法，尤其是在美食方面。首先，它的永州血鸭和东安鸡特别的好吃。然后零陵它是一个消费非常低的城市，你到现在还可以在零陵区吃到4块钱的粉。哦。然后旅游也是非常好。旅游有什么？比如说阳明山，然后还有蓝山的那个云冰山。对。然后还有那个永州的周家大院也是值得去的。我觉得永州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去旅游的一个地方。永州我没去过。我的记忆还停留在中学课本里边，有个叫《小石潭记》。哦，第一句叫“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还有捕蛇者说也是，都能看到，这些全都能看到。都能看到捕蛇是吧？蛇也能，蛇也能。哦，你看他这哥们儿就变成了永州的那个什么文旅的推荐官。小林，我们的女生来自4面8方，你能不能根据现在我们台上女生的这个情况，做成一些她们家乡的文旅的推荐官？包的，小林马上去拜。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烟火成都，安逸生活，巴适得很。总要来趟南京吧，南京总要来趟南京不？槐花桂老，红鸡肉麻奶，对窑桂凤，学鸟医雄。他们就是了解一个地方，融入就是从方言开始。是的。学每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从哪一句话开始入手？你们教我一下。21号。比如说河北，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岩。那我就要说一句：这么重那么燃，周末到河南。行，你们就按照这个往下接。永沙。老子数到3，周末来四川，你咋找到的嘞？什么意思？老子数到3，我知道，但我不知道后边是欢迎来四川，是吧？后面那一句就是你咋找到的嘞？就是你怎么找到的？哦。要是重庆话是你啷个找到的嘛？你说你是一个到了盲目自信的人。啊，对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这个毛病的？就是我喜欢在一件事情没有做成功之前，然后就会把它先说出来。但是呢，我会一直往这个目标去发展。可能第1年没有做成功，第2年、第3年，因为我心中会有一种那种羞耻感，既然说出来的事情，就一定会往那个目标去到达。哎，这是一种倒逼机制。我先把大话说出来，就逼得自己没有退路。哎，这是一种办法。但是好不好使呢？这个。就是我有好几件事都这么干成的。哦。包括我说我要开家公司，我要去创业，第1年很难，然后第2年开始有点起色了，第3年稳住了。就是逼着自己就不断前进，没办法了，这个流已经吹出去了，这样子。
英文里面有句俗语叫 "fake it, you will make it"，就是你装着装着你就会做了。8号。哦，我想问一下，那你在感情里面也会先对女朋友做出承诺吗？就是先说大话吗？说过，之前说过，但现在的话会考虑多一点的，因为之前的话思想我觉得还不太成熟吧。其实后面会把那个自己的这个工作跟生活分开了。生活的话，我还是觉得回归本质吧，是什么就什么，对，这样子。好的，谢谢。有没有可能跟一个女孩刚在一起，你把大话就说我要跟你结婚，我一定要跟你结婚，就成功了？有没有？那个太长远了，对，太长远。因为这事不是你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对呀。看下一条。我之前有过一段半年的恋爱经历，他比我大4、5岁，但当时的我比较青涩，一心只想工作，缺少了很多陪伴。而他是一个很在意仪式感的人，觉得我不够重视他。我那时候对于哄女孩子没什么经验，他一生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那个时候是不太成熟的，没有平衡好爱情的事业。其实通过这段感情之后我也明白了，一段好的爱情是需要双向的迁就，所以说在今后的爱情之路，我也会多加复盘。每个人对爱情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我对人的热情最多维持1周，但只要确立关系，我就会记住你说的每一件小事，用心回应你的每一句话。我是不太喜欢，甚至有点害怕的一种冷冰冰的回应。假如说我去主动发消息，但是对面还是一副冷漠的态度的话，我可能就会后退一步。我的爱情从不将就，也一直渴望，希望未来的你自由随性，性格温和，我们可以一起共赴说走就走的自由。我脑海中最理想的恋爱画面是我们在湖边吹着风，我唱一首歌，他静静听着，不必说太多话，享受当下的浪漫。郭兰兰，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你对人类的热情只能维持1周，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当时那个说错了，应该是半个月，就是半个月的话，我会有多大区别呀？狮子座比较热情嘛，当你的热情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可能就会下头了。如果说这个半个月没有回应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了，差不多。哇，这个灯灭的，我觉得我理解男嘉宾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要看对方的回应，这个回应不一定要确定关系，但是至少是对2个人的交往会有一些积极的信号的。对。但是如果你要跟他聊个天儿，对方一个标点符号就打发你了，那么半个月也就知道对方没兴趣了。你想有没有这种情况？哎，我想一下啊，你约这个女生，你说我知道一个饭馆新开的特别好，约2次她都不去，但是跟你聊天又聊得特别开心，一大段小作文似的，你说有没有可能？这种应该有可能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其实要问女生，如果有一个男生你对他挺有兴趣的，然后对方给你一些信号，你是会怎么样的回复？8号。我觉得男生就是释放出了这种信号，然后我需要给回馈，但是这个时间可能我会拉到1个月，我们2个会接触。会见面，会沟通，会聊天这样子，但是这一个月不代表我跟你就要确立关系啊，只是说我们俩可能比较有好感，但是呢，很多男生会在这1个月就很急于的想要去确立关系，就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判断，你不能说明天看电影，那拒绝了，后天吃饭又被拒绝了，再见没有了。其实人家还愿意跟你聊一会儿的。最后一个问题，3号。男嘉宾你好，你说你期望的恋爱是你跟他在湖边走，你唱歌他听着，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其实你是一个
大部分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情绪输出。可能我要是跟你谈恋爱的话，我会成为那个被动承接的一方。那也不会，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人吧。我想那个3号他提的问题，可能是想说，你是不是一个相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需要的另外一半更多的是一个倾听者啊，或者是个顺从者啊？那没有，那没有，那没有，就因为自己在这个创业嘛，就是我下面也有一些这样的团队成员嘛，我也会听他们一些说法。因为我在之前的恋爱的话，我是不太成熟的。现在的话，我更多的可以作为一个倾听者，去听对方怎么说，然后呢，他给我去指正一些错误，正是我现在说的，我有盲目的自信。那你们要及时的，我今天有什么错的，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了，我不会有任何的这样的抱怨。明白。我能感觉到男嘉宾可能在事业上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在恋爱的问题上好像还比较新手。所以刚才问到的，就是现在女生都关心嘛，就是2个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能够建立一种平等的、尊重的关系啊？这些就是我觉得能感觉到很深色聊这个话题。其实我能感觉到男嘉宾是一个蛮谦和的人，因为他对导演都会说，你觉得我哪里还有做得不好啊什么的。这句话就很幼稚。这句话有2种场景，比如说我们台长说，那个老王，你看我作为台长还有哪方面做得不够，你要直接跟我说。你觉得我会说吗？你觉得我敢说吗？就像谈恋爱也是一样，如果人家真的觉得对你不满意，不会说的，最多是哎呀，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比如说，我觉得你抠门，我觉得你自私，我觉得你性格很幼稚，这些话说出来是挺伤人的。为什么要说？就是哎呀，可能我们还不太合适。是的，2波灭灯高峰，第一个大面积是那个2周，然后第2波在最后这个问题上，3号问你说，自我中心的问题，你是不是以自己说为主？我们来提供情绪价值，需要女生提供情绪价值。你当时的回忆很有趣，你说不会，你说我是经常倾听大家的声音的。我在公司里，很多我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是会跟我发表意见的，我都是会认真听的。还记得这个回应吧？一下就有了上下位之分。然后他的这个小小的心态一带入，大家就觉得哎呀，已经有了位次上的差别，前面一个模糊，后面一个疏离，2波灯就灭完了。其实女生问的问题是，你那句话说在湖边你唱歌我听，你下去接一句说我也会听你唱歌就完了。他们只是有点担心你会不会是一直歌者，而他们一直是那个鼓掌的人，这是他们担心的情况。但你后面的回答印证了这一点。好，再见。关于这次《非诚勿扰》的录制啊，就是发现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尤其是在恋爱这方面啊，他们的思考问题的角度跟男生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于恋爱来说，缺乏一些这种站在对方角度思考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经验吧，然后没有把自己想表达的这样的一些观点说出来。大家好，我是曾潇潇啊，然后平常呢喜欢健身，喜欢旅行，然后喜欢音乐，喜欢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事情啊。假如说你也喜欢这些的话，赶快跟我联系吧。非诚勿扰由港荣真蛋糕特约播出。港荣真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真蛋糕好吃不上火。非诚勿扰由洋洋易贝纯羊奶粉指定赞助播出。洋洋易贝，营养一步到位。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这是一封来自汕尾海丰的时光情书。赖鸿生、陈桂玉夫妻俩已结婚10年，拍摄时刚好是冬至。我们海陆丰呢有这样一句古话：清明唔對無早生，當值唔對無愛能。
所以呢，我们一般会在冬至这天呢，包这个冬节歌，就是我们的饺子，代表团团圆圆，家庭幸福美满。啊，追我的女孩子啊，那年轻的时候追我女孩子，从海丰排到陆丰啊，真的，啊，眼睛擦亮了，选了一个最好的。拍拖4年多，结婚也十来年了，15年了，拍拖到结婚。这就是我们当年拍拖的地方，他在这里开小卖部，我们来看一下。当年我就是坐在这里。他就是这条街最漂亮的老板。我要上场了。这里是我的百宝箱，就是真的第一次送我的仙水，当时就舍不得用，结果它被挥发完了。年轻的时候就啥都舍不得。我们那时候流行就用那个铁 DVD， 就是里面记录了我们结婚的全过程，一生一世520。以前的杯子又土又上头。啊，我也有给他帮你个剪，15年了，10年前了，时间过得好快。真的就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哦。我们拍拖的时候，他长这样。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就是经历了挺多事情的，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当年的话，确实。其实你的事业才会更顺。对，而且我相信未来我们会走得更好。我跟你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就天天看《非诚勿扰》，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看《非诚勿扰》，然后也很喜欢听孟非老师讲话。一个男人如果他陷入爱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幼稚的一面。就是孟非老师在你不经意间，他会点醒你，说我们没有很去全面的去了解一个人，然后我们就会说的，觉得他很幼稚。他在我面前，有时候我就会经常说他幼稚，感觉有点错怪我老公。有可能真的就是在熟人面前，他才会展现出幼稚的那一面，但是可能他对其他人，特别是重大事情的时候，他会很成熟。今年我们也收到了江苏卫视的邀请，作为《非诚勿扰》的忠实粉丝，参加了春晚的录制，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我想借这个机会呢，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汕尾。幸福时刻由杨洋易贝纯羊奶粉精彩呈现，杨洋易贝营养一步到位。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3位老师好，现场的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刘洋，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今年35岁。本嘉宾由艾丽芝推荐，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她穿的衣服好可爱啊！小林，2号男嘉宾，你推荐谁？刘洋的首轮智吹女生是22号女生郭来来，28岁，现居杭州，赛车模拟店合伙人。女生活泼健谈，追求上进，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会成为甜蜜有爱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我的愿望是每年和你去一次主题乐园。我首推家乡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你还去过国内哪些？你说几个我们听听。我最喜欢的肯定是迪士尼乐园。我每次去迪士尼就是会忘记自己的年龄，然后忘记手里的所有的事情。你忘了年龄，你还会忘了你的身高吗？这么大只，有的时候也会忘。你有多高啊？我净身高应该是188。女生喜欢哪些主题乐园？石琪，我超喜欢方特，然后还有那个环球影城。我是喜欢玩刺激性项目的，但是在那个环球的时候，我每次连去那个小黄人，他只是给爸爸送那个礼物，很小的一件事情，我每次在那哭，然后旁边的小孩就会开始笑我。你是因为想爸爸了吗？对，就也会有感慨，但是只要是这种相关的动画片，就我看《海绵宝宝》大电影也会哭。谭鑫。我喜欢去欢乐谷，然后我在欢乐谷里面办了个年卡，没啥事我就自己去。后来我发现，我就经常去的欢乐谷就是已经被我玩遍了，里面的各种鬼屋啊，各种的，就是不好玩了已经。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了一群小孩儿，他们不敢进那个鬼屋，我说你跟着我进就完事儿了。然后他们进去了之后，他们又很害怕，然后我又扮着那种 NPC， 我没啥事我就逗了他们一下，可好玩了。他去那儿装鬼吓小朋友，当个工作人员。我们来看男嘉宾去玩主题乐园的照片。哇哦！哦，有那味。这也是像工作人员，这是。这个是北京环球影城，然后当时我扮的是黄金圣斗士，所以穿了一身金色。可以。哎呦，这是什么？这里。Hello， 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最喜欢去的也是环球影城，就是左边那张图片就是我在环球影城拍的。然后我也像你一样是喜欢沉浸式游园，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我都会就是沉浸式装扮。我想问你，就是你会介意女朋友爱拍照那种，你会觉得会很烦什么的吗？当然不会介意，就是拍照是我平时生活中的一个爱好，我也平时也非常喜欢拍照。哇，好，看片子。希望我的人生能像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用多线叙事的手法，塑造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有一天能让我慢慢回忆。我是刘洋，35岁，现居哈尔滨，经营着一家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也是一名电影博主。从小系统学习国画的我，对画面和色彩有着天然的敏感，这让我在看电影时更专注光影的流动。电影成了我不可或缺的养分。过去几年，我每年都会看500多部电影。在与无数个平行世界相遇后，我习惯在备忘录里收集当下最真实的感受。我会跟着电影去打卡一些拍摄地，重新回到电影塑造的空间，这也成为我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我喜欢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就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记得在印度的50多天，我几乎是在一种自由放飞的状态下游走。我遇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游客，但印度那么大，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支线，但又在几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这种奇妙的经历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在斯里兰卡的海上小火车上，我还偶遇了一位乌克兰女孩，我们用并不流利的英语聊电影、聊艺术。那一刻，我仿佛置身于《爱在黎明破晓前》电影中的浪漫场景中。日常我拍照大多都是随手记录，
但1年结束时，我会从1年的照片中提炼出不同颜色的系列影集，用颜色梳理这1年的情绪。对我来说，情绪或许悲伤，或许愤怒，所以温暖和快乐就显得格外珍贵。如今我更期待的是与你相遇，在方寸之间探索未知的世界。1年看500部电影，是的，也就平均每天1.5部左右。这个数据是已经好几年了，是吧？对，大概有10多年了吧，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哦，那了不起。这个全球电影产业能不能跟得上他看的节奏啊？他就剩一条道，看印度电影。印度电影1天才好几部，你能在印度待50多天？对，我当时也是，就是对印度的文化比较感兴趣，因为它很有异域风情。他们在街上都会穿着传统服饰，就像去了另一个次元一样。哇，这传统服饰是这个？这是印度传统的节日狐狸节，也是印度的新年，和咱们春节的意义是一样的。你有在他们街头吃他们的美食吗？很多人都问我这个，其实是有的。其实印度当地美食选择还挺多的，就各种级别的都有。比如想吃西餐，也可以去环境很好的西餐厅，然后也可以吃 brunch， 然后也可以吃普通的餐馆，也可以吃路边摊。然后印度它食物的特点是香料非常多。我也去过那儿，也待了好些天。印度美食的特点，他们爱用咖喱，你一顿饭你点8个菜。就是咖喱烧 everything， 咖喱味儿重到我根本就吃不出任何食材的原味，你懂不懂？15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您是电影博主，那么就是你这个工作是属于电影解说，还是说电影测评？我属于电影测评，就是我会经常发一些对电影的评论，就比如总结一些导演啊、一些演员的经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给我们推荐一部电影，你会最推荐哪一部呢？最推荐哪一部？一部电影太难了吧？我推荐一部最近的吧。我年初看了一部电影叫《我的朋友安德烈》，是董子健老师的导演首作，在沈阳拍的。它是讲男主角的一段救赎之旅吧。1号。男嘉宾你好，你好。爱在黎明破晓前也是我最喜欢的爱情电影。我很喜欢片中2位主角他们的一些对话，我认为他们的角色是有灵魂的共鸣的。那么我想问男嘉宾，您认为您最喜欢的也是最棒的一部爱情电影是什么呢？我最先想到的应该是《爱乐之城》，我相信很多在场的女嘉宾也会很喜欢这部电影。我刷到过这一条。AI 生成的，这你做的吗？这是我的微博。他把每个导演的风格抓得很准确。你会用对颜色来总结1年的记录？颜色可能是我从小学习国画累积的，就对色彩会比较敏感。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2025年上映电影的颜色截图，这都是我自己截的。这个是我平时生活拍的。哇，它色彩非常敏感。平时拍照的时候，下意识的就有一个调色盘在脑中。我以前去过一个编剧的家里，他们家的书架上的书全部都是按照颜色来分类的，我也很震惊。我提供一个我的书架分类的标准啊，我按出版社分。出版社它有很多套系，有的出版社
一看你一眼就知道。比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套民族经典，基本上是红、蓝、黄一套，大小高低一样的。还有就是译林出版社一套是那种油画版的，整整齐齐。还有一套我最喜欢的小一点的窗帘布，上海译文出版社的。1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对颜色这么敏感，然后那你日常生活中，你家里面会不会所有东西也是需要就是按颜色去进行摆放和分类？其实我没有那么强迫症，而且收拾房间真的很累。其实拍照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而且成本非常低。我这些照片就也不是说，必须要拍出什么颜色而去拍，都是随手拍下来的。就比如今天看个展览，或者今天吃了顿饭，可能他就会出几张照片。而且我每次也都是年底回看的时候才会想起来这些照片。我跟你讨论一个问题：颜色和形状的统一性，哪一种对我们更方便、更易于识别？其实我个人不怎么喜欢去分类，就如果非要分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颜色看上去会比较舒服。你觉得呢？我可能形状。我也是选形状的，我觉得那个物理形状的那种整齐给我带来的这种感觉会更那个一点。哦，24号。男嘉宾你好，我看到您很喜欢旅居，我想问一下，您旅居的频次大概是1年会几次？1年大概1到2个月吧。我会请一段时间假，制定一个行程计划，然后我会先从哈尔滨飞到一个最远的地方，然后再一点点北上回家，基本都是这样。你们有喜欢出去旅居的女生举手看看，大概多长时间？16号。我每年会选择1次，然后去旅居，因为我觉得旅居是一件非常让人放松的事情。就是不管你生活中的压力也好，还是说你工作上面的压力，一旦说你换到一个地方去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就相当于重新开始了一样。来，旅居和旅游的区别？我觉得就更多的是时间上面的一个差别，以及深入感受当地的一些风土文化。刚才你说起码有一个区别，就是时间。你就去3天，你不配叫旅居，那就是旅游。那我认为旅居，你能叫居，我觉得至少得1个月吧。第二，旅游那是游啊，我到处游。居它就还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是不是？我觉得旅居好像是，就是说你的生活习惯在不同的地方，你能保持相对的一致，这就有点居的感觉。如果旅游的话，会去不同的地方去玩当地的那些景色、景点啊什么的。女生最长旅居过多长时间？4号。我最长的旅居时间差不多有1个月，那个时候和我爸爸自由行到欧洲的各个国家，然后我们不会选择住酒店，都选择当地的民宿，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人作为一个主人，提供一个日常的3餐。我们经常会和当地的一些主人进行一个交流，了解他们当地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好，看下一条。经历了这么多，我意识到，在感情里，比起对错，性格匹配、相互理解、调整更为重要。印象深刻的一段恋情是异地恋，那段时间我们以轮流奔波的方式维系关系，一周他来找我，下一周我再去找他。但这段关系的状态也很矛盾，不见面时会非常想念，一旦见面就频繁争吵。有一次我们2个在外面玩，当时他当着朋友的面说了语气偏冷的话，可能我在外面就没有直接问他。回去之后我一直回想这个细节，还是忍不住跟他提了出来。但是在他看来，过去的事儿再被拿出来提，就成为了一种压力。我们双方的情绪变得紧绷不自然。我觉得这种较真儿是对感情的认真，但后来我才觉得，这种行为可能来源于安全感的缺失，反而变成了一种关系的消耗。我一直觉得感情中我是理性的人，我习惯摆事实讲道理，但是他却渴望百依百顺的呵护。我们经常因为小事争吵，但也都不愿意在分歧中退让。后来他找到了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人，我也明白了，在感情中没有完全契合的2个人。性格合适能减少矛盾，但是包容能化解相处中的摩擦。感情都需要通过互相包容来磨合。我也愿意为合适的人做出改变，
我会带着这份感悟，走好未来的路。9号。男嘉宾你好，如果说你的下一段感情还是异地，你能接受最远的距离是多远？哦，现在这个年纪，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了，都能接受。好的，谢谢。你就是在印度，他也能去。邵志怡。你好，男嘉宾。一般来说，大家谈异地恋都是见面的时候不吵架，不见面的时候吵架。那你刚刚在VCR里说你们俩见面了会一直吵架，就比较好奇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呀。因为我们不见面的时候就都是在微信上联系嘛，就每天都是我想你了，或者是你在干嘛，就这些。但一见面就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就是吃什么呀，或者去哪里啊。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我给他拍照，他觉得我拍照不认真。哎，拍照不应该是你的专业范畴？对呀。对，所以就是他会觉得我拍什么都特别好看，但是我如果拍出来他不满意的，他就会觉得我没有认真，就是我没有重视他。明白。女生认为的拍照好，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把我拍的美。至于你其他的，你不要跟我吵那些没用的。你拍那些一切的都不重要，重要只有一条，我拍的比较美。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到你说前女友在外面回答你比较冷淡，她这个冷淡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让你非常生气。其实用我们当地的话就是甩脸子，因为当时也是和朋友聚会，有一个之前对我有一点好感的女生，可能坐在我旁边跟我寒暄了几句，被她发现了，然后她就一直给我发微信说你离她远一点，然后我没有那么做，因为我觉得都是朋友嘛，好久没见了，就和这个女孩寒暄了几句。然后我当时的女朋友就全程不开心，然后饭局结束了之后回去和她理论这件事情，她就觉得我没有重视她，但是我觉得没有啊，就是和朋友寒暄几句，就因为这个事情争吵。18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在一段感情中，如果是发生了争吵，你会一定要想争出个胜负吗？我不会，我首先会自我反思，我会先想这个争吵的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其实不太会争吵，我基本都是讲道理。好的。最后一个问题，8号。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的女朋友让你删掉对你比较有好感的一些女生，你会这么做吗？或者是说，你跟你女朋友在一起期间，你的女朋友不想让你去见某个女生，你会去吗？第二个问题我会的，就如果他不想让我见某人，我会先听他的理由，这个理由是成立的，然后我能理解，我会按照他说的去做。但是你不会删掉是吗？也是需要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删掉这个人，不删掉他会怎么样？现在留灯的是6号、18号，有请6号、18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来看大屏。8号。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刘芷洁，我的爱好，希望你粘人精。我选希望你。2，希望你情绪比较稳定，不要偏激，一定要有责任心。席子墨，我的周末运动小天才，美好捕捉器。美好捕捉器。会给朋友拍很好看的照片，自己休息的时候也会出去扫街摄影，捕捉生活中的每个美好瞬间，比如小朋友纯粹的笑容，爷爷奶奶白头偕老的画面。宋子玉，反差感，不喜欢这样的你，我喜欢的。我喜欢的。喜欢眼睛好看的。哎呀，卧蚕大。皮肤白，作息规律，爱干净，尊重他人，情绪稳定且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男生。来，小林，第2轮你推荐谁？在进入反选的女生中，我为男嘉宾推荐的是18号女生刘芷洁。
男生热爱生活，女生性格聪慧活泼。如果把男女嘉宾比作爱情电影，小林也想好了名字，就叫《非诚勿扰之公主和她的188骑士一起打卡全世界主题乐园》。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如果要经历一场有趣又冒险的旅程，你们会想去哪里，或者想经历什么？西双版纳吧。拐回家呀！啊？拐回家。哦，他是西双版纳人。哦，拐回家。哦，他要把男生带回家了，就说明就是他跟你在一起，未来才是一个冒险的旅程哦。对对哦，当爱情冒险。8号。我比较喜欢极限运动，所以我可能会选择瑞士去滑雪。 6号。可能是去新西兰跳伞吧。跳伞、滑雪，跟你回家。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我想选择。 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马上回来。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精彩继续。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我想选择18号女嘉宾。 18号女嘉宾。哇！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最后我是看他希望另一半是什么样子，说的是情绪稳定、有责任感，这些我都很符合，而且我们2个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最后我选择了18号女嘉宾。其实从他开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他，就很喜欢他，他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我自己在家里也会每天看电影，看到男生正好就对上了。 想被女生拐回家吗？女嘉宾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飞屋环游记》，就是男主角逝世的妻子，他留下了一个笔记，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冒险就是和你在一起”。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这个问题对男生来说显然是18号的答案。对啊，因为他是一个爱电影的人，他喜欢精神上的冒险，而后面2位女生讲的都是生理层面的，喜欢极限运动啊、跳伞，但是精神层面的那个东西是18号带你回家。而且这是一个更笃定的正向的回馈。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莫非老师好，2位嘉宾好，24位女嘉宾好，我叫张宇轩，来自北京，今年29岁。哎，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轩哥，你推荐谁？张宇轩的首轮制吹女生是24号女生付新宇，23岁，现居北京，研究生在读，是一个开朗活泼、积极上进的女生，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是可以一起探索新鲜事物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跟我一起摩旅，我们一起奔赴山海吧。这4辆粉色都是我的摩托车，然后，第1辆是专门为摩旅准备的，4个风格我都很喜欢。
他叫轩轩，喜欢粉色摩托。还有这样的厚度，这真的。这里边带空调吧？有座椅加热，有手把加热，新车有冷风。哇！加入你们这个团伙得买同款摩托车，对不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小的俱乐部，然后相对多数是我们这个一款的，然后呢向下更窄一点、更小一点也会有，不会很挑车型。1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摩旅过的最远的一个距离是多远呢？摩旅从去年7月份才开始，我刚7月份买的这辆车嘛，最远目前只到威海。18号，男嘉宾你好，我是18号女生鲍欣彤，今年23岁，然后我的家乡是安徽淮北，现居浙江杭州，是一名平面设计师。我想问你在你之前的摩旅当中遇到过最极端的情况是什么样？在从河北往北京骑的时候，遇到了去年最大的那场暴雨，然后几乎是完全看不见路面，然后这辆车还是挺给力的，然后在这种极端路况平安到家了。小林，能不能推荐一下国内适合摩旅的地方？没问题，情侣摩旅必须超级浪漫、超级出片。首先是云南大理洱海环湖，一边吹风一边撒狗粮，甜到犯规。甜到犯规。海南东线环岛，椰林海浪一路随行，每一秒都是热恋。哎，这个题真是天气也好啊，景色也美。北疆环线赛里木湖段。景区面积1314平方公里，在一生一世的风景里一起看星星。陈老师选哪条？我最后一个吧。1314赛里木湖，北疆，这个太美了。我也可以推荐一个我们江苏的，叫环太湖线。去过太湖，但是还没骑行过。哎，你可以环太湖，环太湖就包括你们浙江了，嘉兴那一块和我们的苏州、无锡。就是春天，就这个季节去比较好。好，看片子。我偏爱酸涩中带点玫瑰味道的美式，像极了生活中苦后的一点点甜。我叫张宇轩，29岁。之前我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社群咖啡店，在我们的努力下，很快做到了通州区打卡榜第1名。如今我的独立咖啡店也正在装修，从园区选址到空间设计，我全程亲力亲为。我在里面融入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1.84米的个头，100多公斤的体重，魁梧的体魄能给人满满的安全感。曾经健美是我的人生关键词，我也拿过全国的冠亚季军，却也发现极致的专注却像是给自己画了一个圆圈。于是我主动跳出赛场的束缚，把健身重新变回了爱好，才发现人生不只是单行道。生活中的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还参加过蓝天救援队的救援活动。相对良好的身体素质，我觉得应该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胡同是刻在我 DNA 里的情节。推开家门就是红砖绿瓦，街坊四邻熟络的像家人一样。从我出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的，然后呢，这个院子是我爷爷自己盖的，一砖一瓦都是我爷爷自己亲自盖的，整条胡同都是很好的关系。然后呢，偶尔会有这些，就是见面会打招呼，没事儿家里有什么东西会互相的送一送。最终敌不过时代的变迁。23年胡同拆迁，我熟悉的家园现在变成了高楼和公园，小时候的记忆也再也回不去了。机车是我绕不开的热爱，
我现在有4辆座驾，全是粉色的。那至于为什么喜欢粉色呢？我是觉得它非常有活力。这辆是我的旅行车，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滑翔的车型。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个车型，摩托车也是他的一个热爱的东西。我父亲在24年年底的时候刚把摩托车本考下来，那年他已经53岁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父亲刚考完摩托车本的第2、第3个月，他突发脑梗，不幸就离开我了。我朋友圈的置顶呢，现在还是我父亲当年考下摩托驾照的当天。所以呢，这辆摩托车有一大部分是出于对父亲的亏欠，他也陪伴我走了很多的路。我骑着它去过石家庄逛城，去过威海看海。我还有个未完成的梦想，而且很大胆，我想从北京骑车去三亚看海。机车陪我走过青春，看过世界，也教会我学会珍惜。希望遇到一个能够懂我热爱的，愿意未来和我一起骑着机车去看遍更多风景的女孩。他在这儿看上去就是个小孩，在那个片子里边很成熟，尤其是那个在咖啡店里边的感觉非常成熟的感觉，怎么反差能这么大？对呀。我的生活和工作是分开的，然后男人至死是少年嘛，热爱是热爱，工作是工作。张萌。男嘉宾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在追逐你热爱的过程中有没有受过伤呢？还有没有因为受伤而有想放弃这个热爱的念头呢？因为我自己的好姐妹，她就是玩摩托车的，我就经常看她受伤，但是她就是不管受了再多次伤，她还是热爱摩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的。首先，摩托车是一个相对危险的一个爱好，是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喜欢它、热爱它，其实更应该去更稳重的去对待它，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个热爱。2号。我有个问题，就是男嘉宾，像你的爱好是骑摩托嘛，然后包括你的职业是咖啡老板，这个在我们坐班制的生活看起来都比较梦幻，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你本身就是为了追逐梦想会去付出努力的人，或者是你更喜欢比较现实的生活？可能跟我的性格还是有挺大关系的吧。之前也是在坐班的状态，然后其实不是很舒适，然后呢，自己会比较忠于自己的爱好，比如健身，比如摩托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尽可能的去玩到一个好的状态。这是哪一年？这应该是20年左右。你最好的成绩是？最好的成绩是全国冠军，中国健美协会的厉害哦！比赛85公斤级第1名，北体，哇！16号。你好，男嘉宾，就是刚刚看到你健身真的很厉害，然后还拿过健美的冠军。然后我的前男友他也是，就是他为了健身去学习健身教练证，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了一种几乎癫狂的状态了。他当时就是因为他会吃很多的大量的补剂，然后他吃着吃着他就逼迫我也要吃。甚至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出去约会已经定好了，因为他健身计划没有完成，推开我们的约会，然后先把他的计划完成。而且在我们分手之后，他还会去跟别人说，我是因为耽误了他的健身，然后才跟我分手的。你那些药也白吃了。你的这个情况就跟那些古装剧里边有些皇上，他修仙，知道吧？他就会认为后宫的妃子妨碍他修仙。你就是妨碍他修仙了。谭鑫，男嘉宾，我看你是开咖啡店的，那你开咖啡店，你更注重于这个口感，还是它的这个装修和氛围呀？我个人会偏重于口感跟这个产品的质量。你们家的咖啡多少钱呢？多少钱？大概在25到35之间吧。那很合适哈。你们威海是多少钱来着？我买过一杯咖啡拿铁，他管我要112块钱。112
一点都不好喝，它的那个氛围就光拍照了，可能。邵志怡，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社群咖啡厅和普通咖啡厅的区别是什么？我们会专注到某一个社群，就比如这个第1家咖啡厅就会偏向于机车风，然后呢，我现在目前在筹备的第2家咖啡厅会偏新中式，并且呢，我的2楼是有一部分的传统文化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非遗传承，叫掐丝珐琅。然后我目前的计划是把这部分的产品作为车标，然后也会衍生出去很多的培训呀，或者是团建呀，或者是亲子活动一类。他这个片子里边说他小时候那个生活的那个胡同啊，现在变成了什么公园？对，现在是个公园。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回忆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就是我小时候生活在哪儿，而现在它变成了比如一个 shopping mall，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24号。其实我跟男嘉宾小时候经历还蛮像的，就是我在西四那边，然后也是胡同里。知道北京它那胡同里其实也会有一些健身器材啊，我很喜欢在那上面玩，就其实承载了我的童年和我爷爷的一个回忆。然后那时候我爷爷他是文物修复师，就我们能看到故宫里面，或者说是就是那些老式的建筑，就是去给它进行一个补色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那时候我爷爷就是会给我讲一些这样的故事，并且带我去学习怎么画花鸟鱼虫，这都是我特别美好的一个童年回忆。我觉得，对，现在那边也是拆了，然后只剩下一些古树在保护中。3号。我以前老家是农村的嘛，我家那边可能更多的是糖。到了应该是开春节那段时间，可能整个塘翻过来，你可以往那个泥巴里面翻泥鳅。前2年吧，我老家那边翻新了，整个塘、整个村子全部都推掉了。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也觉得可能我这辈子不会有再有那样的机会去走那种土路了，不会再可能去思考我的鞋底会不会沾满泥土。所以拆掉的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房子，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啊。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伤感的话题。对，好难过。就是城市的发展，那些老城区的他会说生活条件比较差呀，卫生条件也差呀，消防设施也达不到安全啊。为了城市的发展呢，这些小区就必然会被改造掉。但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寻找到一条既提高人民群众居住质量，又能够保留城市记忆的办法呢？其实是有的。慢慢来，慢慢来，城市的记忆一定有它可以保存的方式的。你父亲走的时候才50几岁，这件事儿对你刺激大吗？其实是挺可惜的，因为我们家都是很喜欢这些摩托车、汽车一类。然后我父亲也是，从我很小的时候，他都会指着门口有一个摩托车店，他说我想一哈雷，等你长大了给我买辆哈雷行不行？然后其实他在前年考完车本的时候就已经在计划给他准备买一辆大的摩托车了。然后，但是就是总是事与愿违，在他53岁的这个生日左右就去世了。然后，如果有喜爱，如果有自己爱好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抓紧去完成，不要拖拖拉拉，明日复明日。好难过，我看这条朋友圈说，这男人啊，这岁数越大越让人操心。就是男嘉宾带着一种自己是父亲，看父亲是个孩子的这个口吻写的这段。因为他这当天考完就一定要骑我那个相对大点的那个摩托车，他排量太大了。他必须要骑，我跟他就是争执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说就是咱们得一点一点来，得先熟悉路况，得先注意安全。刚才女嘉宾问有些爱好是不是会坚持，我就在想，有些人他就会坚持。我无论如何啊，我都会。那有些人呢，摔一次就放弃，就像我这种人。我滑雪喜欢了2年，腿摔断了，干嘛？我不行，我非得我还有一条腿再摔一次。翻不上，摔了一什么就不玩了呗，就欣赏，就看就好了。孟老师，可能你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好吗？但是我听那个男嘉宾怀念父亲，是因为觉得好像这是父亲一辈子的一个执念，在他可能
还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可能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会说：“孩子，等你大了，将来给爸爸买，是吗？”一生都在延迟满足，永远活在未来里。是。好，看下一条。我一直向往势均力敌的爱情。我的第一段感情是参加健身比赛相识，我是当时比赛的摄影师，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能不能够认识一下，帮他拍个照片。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当时满脑子都是要去奔赴，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了他的城市。他比我成熟许多，考虑事情周全又长远。后来他投资了健身行业，也变成了我的老板，恋人关系变成了上下级。相处中，我总有些跟不上他的步子。他渐渐不再分享心事，我们的话题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职场身份冲淡了爱情的温度。最后我提出回北京，他没有挽留我。这段感情就这样在无声中默契结束了，只留下了满心的遗憾。后来的他，我们相识于机车聚会，他当时主动加了我的联系方式。后面沟通发现我们有许多的共同爱好，我以为我们很合适，但是由于家境的差异，我们的生活方式有许多不同。比如我去旅行，我会希望去看一些当地的人文，比如我会喜欢逛当地的菜市场，但是他会更倾向于漂亮饭。闲暇的时间，我会希望去景点溜一溜，他会希望去打高尔夫。我们最后得到一个方案是每天按照一个人的想法这么轮换来，我们这样互相迁就、轮流陪伴的情况，大家最后都是觉得很累，所以也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考虑到他在国外还有未完成的学业，而且未来回不回国也还是一个不可确定的事情，最终我们还是决定了和平分开。经历过这两段爱情，我愈发笃定，我想要的不只是单面奔赴，希望我们的三观契合，步调同频，既能各有锋芒，又能温柔并肩，看看这个世界。张岩。男嘉宾你好，我看你第一段恋情分手是因为职场身份冲淡了你们的恋爱关系，那你在被冲淡这个关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努力去跟上他的脚步，或者是你跟他变成一种平级的关系，共同成长呢？肯定是有的，但是相对年龄差的也很多，然后经历也差了很多。那会儿大概刚毕业1、2年的样子，然后有努力过，但是很难实现。好，谢谢。4号，男嘉宾你好，刚刚在 VCR 里你提到说你比较向往势均力敌的爱情，但我知道的是现在年纪比较小的女生，她们渴望一个引导性的恋人，就可能在工作或者生活里她遇到了一个小的挫折，需要寻求建议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的另一半，那你会介意做这么一个角色吗？我会以我的认知尽可能的给到一个尽量客观的建议，但是我不会要求对方因为我的建议而做出什么决定。就你希望女生还是有一个自主的核心去处理很多事情。好的，谢谢。这是个好问题，刚才我也想到这一点。势均力敌的爱情现在是个网络上习惯性的表述，但是这个词它未必就准确。不同的女生或者不同阶段的女生，她真的是不一样的需求的。比如说大2的这个姑娘，你说对她来说，你要把她的爱情描述成势均力敌，可能就不是太合适，因为她的社会性的人生还没有展开，她可能需要一个引领型的一个比较成熟的男生，这种对她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黄老师这种事业有一定社会成就的职业女性来说，势均力敌的爱情对她来说，这个描述可能相对准确一些。她不需要刻意的再去寻找那种所谓的引领，匹配度高可能更合适一些。对，就势均力敌，我是这么理解。看到他比较积极的一面，就是说他强调了平等。就像男嘉宾说的，我可以倾听，我可以提建议，但是我尊重你的一切。我觉得这个是我听到积极的一面。那我觉得有一些可能并不是那么积极的部分，是在于他有一个相互的比较。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它不是一种成就的比拼。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就是我尊重你的各方面，我接受你的全部，然后我不会把你放在某一个坐标体系当中去标价，我也不会把我自己放在某一个坐标体系当中，我们去匹配，这是我的理解。李业静。就是我刚刚看你的短片里面说，就是你的2段恋情就相当于都是女生先主动来认识你。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您平时有自己追过女生，自己主动过吗？其实我是个爱人，就是我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多数都是哥哥们。我现在身边一块骑摩托的哥哥们都在45到55之间，然后更多的是会喜欢独处一些，然后还是挺爱的。最后一个问题，6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您遇到一个和您互有好感的女生的话，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跟你有极大的不同频，你会考虑继续下去吗？会尽可能的去沟通、去磨合，然后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磨合的话，也只能作罢吧。好，谢谢。我对这哥们儿印象还挺好的。我对男嘉宾印象挺好，但是后面那2个问题吧，实在是回答的太被动、太消极了。就是你可以说我是个 I 人，但是我遇到我喜欢的女生，我会积极的去释放信号，我会去尝试了解对方。我发现这个舞台，尤其是最近这2年，在主动和被动这个问题上，女嘉宾们的这个阈值啊，是在不断拔高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就它成为一个底线式的问题了，这真的有可能导致1秒钟全部灭完。就是女生会格外介意在初见的时候，男生有一个很强的被动的自我定义。他这句话其实背后有个潜台词的意思是，如果要跟我谈恋爱，我希望你来引领，我希望你来设计，我希望你更主动，我希望你爱的更多。这句话从一开始会让女生第一时间，咔就先按了。乔儿，你不觉得现在是一种审美的一种迭代吗？就过去我们觉得一个男人就是被动或者沉默、成熟，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褒义词。是。但是在新的时代以后，你会发现人对主体性的要求很高，就是女性也希望自己是能够主动掌握命运的。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同样的，你希望爱的那个男人他是自主的。他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是明确的，而不用老是要等到对方给你信号，你才会怎么样。所以，但是一个主动的人，他是一个能够掌握命运的人，他是一个通透的人。更通透的人，也许首先是一个更自主的人。首先，你是要成为你自己。好，再见。在我之前的生活中，可能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可能独处的时间太长，然后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确实在某些时候心动的时候应该主动出击，而不是在那里等着对方。大家好，我是张宇轩，来自北京，今年29岁。我喜欢相对热情一点的女孩，如果有喜欢我的，可以联系我。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感谢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感谢杨洋易贝纯羊奶粉指定赞助播出。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想到现场来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j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资讯。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
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再见。